今天我想带大家去一个地方，看到这样的阳光社区、精致豪宅，您可能会以为这是加州硅谷啊，或者是波士顿的老钱社区啊，但这里并不是加州，而是上个世纪全球科技人才最向往的城市之一。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啊，就和今天湾区的工程师一样，坚信只要进了大厂，命运就绝不会亏待自己。这里就是堪比今天的硅谷，美国上个时代的创新中心——纽约州的罗切斯特。对硅谷人来说，这里一点也不陌生，因为乔布斯最信奉的名言：“你只需要摁下按钮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”这句名言就诞生于罗切斯特。而今天的硅谷也正在更加疯狂地摁下另一个按钮——人工智能。伴随着岗位裁员、产业淘汰，硅谷也已经意识到，这次被改写的不只是技术，还有城市的命运和我们的未来。那这个未来的预言可能就写在罗切斯特的历史里。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已经完成了命运轮回的美国创新之都，看看在技术革命之后创造它的城市可能会走向哪里。面对新的命运选择，我们又该走向何方？在罗切斯特呀，有一条街叫 East Avenue， 树修得很整齐，房子也相当漂亮，没有游客，没有喧嚣，也没有加州那种来看房的热闹。但是100年前住在这儿的人，那几乎都过着美国最体面的生活。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工程师、创新者，还有企业家。而且他们的致富啊，不靠利益关系，也不靠政客游说，而是来自于他们引以为傲的法宝——技术创新。在那个年代，能住进这条街的人，那就意味着你已经站在了整个时代的最前端。那你会有稳定的工作、超高的收入、一片大好的阶层跃升机会，以及当时没有人怀疑的未来。这里会一直辉煌下去。因为当时的罗切斯特掌握着全世界最前沿的影像、光学和制造工艺，所以每天都有新专利、新工厂。可以说，全世界的未来景象就是在这里被生产出来的。所以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，那就是笃定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这座城市。他们也的确过上了当时人们最羡慕的生活：宽敞的独栋住宅，稳定的上层生活，孩子们顺利上私校。这人生的轨迹啊，就仿佛已经提前写好，他怎么可能会不幸福呢？直到有一天，技术转向了。最早让一些人开始怀疑未来的，并不是自己的房价，而是工作岗位消失了。一些原本需要大量工程师参与的工作，被新的技术系统接管。随后就是很多部门被砍掉，再接着是看到更多的同事，包括自己被裁员。一些心存幻想的人以为这是经济周期，等一等就回暖了，但很可惜，新的工作岗位再也没有回来。人生的残酷就在这里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依然很努力，只是时代变了。新的时代里，努力可能反而是徒劳的。更残酷的是，造成这一切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坚信的那句信条：你只需要摁下按钮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他们自己的命运也随之彻底改变。而硅谷的朋友们一定知道，第一次说出这句话的人，当他摁下那个按钮的时候，将开启一段怎样的命运。At the light, turn left onto East Avenue. 在罗切斯特的东部啊，有一栋房子，外表看起来就是比普通独立屋大一点的富人住宅。正是在这里，100多年前，有人写下一句话，点开了人类未来100年的创新方向：你只需要摁下按钮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这句话就出自柯达的创始人 Eastman 乔治·伊士曼。在那个年代啊，摄影是极其复杂的技术，你要购买昂贵的设备，对焦调光也特别复杂，还要冲洗显影，所以那时候的摄影只属于一类人，富人，只有富人雇得起摄影师。但 Eastman 就做了一件在当时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他把所有复杂的摄影步骤全藏在一个盒子里。你什么都不用懂啊，只需要摁一下按钮，全部搞定。
从此摄影就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，无论贫富贵贱都能享受科技的福利。那么 Eastman 点开的这个科技树也无形中让人类做了一个文明拐点的选择，就是从此以后人类不再试图去理解复杂的逻辑和技术，而是大规模的把复杂的操作都交给机器和系统。这后面的发展就是用户越轻松，系统就越复杂。但是真正理解系统的人却随着系统的自我完善被技术优化掉了。而且在随后的100年 Eastman 的这种创新哲学被发挥到了极致。宝丽来发明了瞬间成像的利拍德相机， Sony 发明了只有口袋大小的 Walkman 随身听，施乐连键盘都不需要的电脑图形界面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点一下鼠标，电脑自己搞定。再后来乔布斯来了，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你们这些我都要。 Touch the screen, we do the rest。 你点一下屏幕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推出 iPhone， 这几乎是团灭了所有的消费类数码竞争者，全放在了一个巴掌大的盒子里搞定。我想如果 Eastman 在天有灵的话，他最欣慰的不是创立了柯达，而是给乔布斯的大脑开光了。乔布斯又靠他的个人魅力把这种哲学传遍了硅谷，一直演化到现在的人工智能。这一次硅谷也迷茫了，人工智能的这个按钮已经摁下去了，那它会决定哪些人失业呢？又会让哪些城市被科技洗牌呢？其实罗切斯特早已经历了这一切，往日的科技之都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呢？ In 600 feet, turn right onto Commercial Street. 离开 Eastman 的故居啊，我想去看看罗切斯特的地标，那是一个很少有人看过的城市奇观啊，叫 High Falls 大瀑布。很少有城市能把一条巨大的瀑布规划在市中心，而且它不远处就是柯达的总部，所以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上个时代的苹果园区或者谷歌园区。所以可见当年靠着柯达，罗切斯特有多么风光。那关于柯达为什么会衰落啊？有人说是管理层短视，研发落后啊，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，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正是柯达发明的。所以柯达的没落绝不是因为他不懂技术的发展方向，恰恰相反，他是最忠实地执行了 Eastman 的那句哲学，按下按钮，剩下的交给系统。如果你跳出工程师思维再看这句话，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的 bug， 就是随着可以摁的按钮越来越多，你看人类能管的事儿是不是越来越少啊？那人的价值何在呢？比如说在柯达胶卷的时代你要生产胶卷，要庞大的化工厂，你要雇很多的工人，冲印连锁店，这是消费层面要服务就有很多的服务员，什么研发的厂商，各个城市下边的维修网络，你看这背后养活的城市要靠这些人来支持经济。然后罗切斯特就是被柯达供养的呀，所以柯达当时的两难很少有外人能够真正理解。他在发明数码相机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现，技术革新速度越快，罗切斯特的经济就会越快被摧毁。大家可以想想硅谷科技大厂们，当你创造发明了一个系统，都要优先压缩人工节点，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砍人进行下一步迭代。这听起来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儿因为公司人工成本下降嘛，卖的商品更便宜。但是这对本地城市来说那是毁灭性的。你走在市中心，路很宽，楼很密，但它就是没有人，没有人，还是没有人，因为新的系统不需要人。我想今天的硅谷可能面临着比罗切斯特更残酷的挑战，就是在上一个制造业的时代，被系统优化的人主要是蓝领，但是人工智能时代 AI 的头号目标就是干掉白领。因为在这个新的系统里，风险最大的并不是机器啦，而是人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就好比我们自己是盲肠，在人体进化中，一旦你不需要这个盲肠了，它反而可能构成更大的风险。那如果盲肠对生命构成了威胁，那第一个被切掉的，那只能是盲肠所以在我的眼里柯达大厦更像是上个科技时代的墓碑。
如果100年以后硅谷也建个什么这科技博物馆，可能会有这样的展览描述：在我们爷爷奶奶的那个年代，人类居然还要用手敲代码，行为艺术啊。 Look at this. They called this manual coding. Hilarious. I can't believe they actually use these ancient things. 当一个产业被判了死刑，罗切斯特的世贸啊并没有崩塌，就更像是被摁下了暂停键，永远定格在了上一个时代的那种街景中。但这并不是它的全貌。当我们开车到了南边的罗切斯特大学，眼前的景象突然反转了，这实验室啊、医院呀、拔地而起。Thank you so much. You're welcome. 就这所大学啊，我感觉它就像一艘城市方舟，这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柯达倒了，施乐衰落了，看似被判了死刑的罗切斯特这个城市却没有死呢？答案啊，就在100多年前，柯达的创始人 Eastman 还在世的时候，因为他靠柯达赚了很多钱，但是他并没有把所有的财富都投入建工厂，而是做了一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：捐建大学。一所是大名鼎鼎的 MIT 麻省理工学院，这不用多说，世界一哥。那么另一所就是罗切斯特大学。Eastman 没有留下什么遗产，倾其所有的捐教育，所以你从这点能看得出来，他并没有太顾及柯达的未来。那也许啊，他真的早就预见到了未来，因为他自己也是破坏式的颠覆式创新，所以他理解自己的产业帝国终究有一天也会被取代，柯达也会走向终点。但有一样东西是很难被时代淘汰的，那就是通过教育把创新的基因传承下去。那柯达以后有没有并不重要，但是他靠柯达赚到的钱投入教育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如今的罗切斯特大学依然拥有世界最顶尖的激光实验室，它是美国军方长期合作用于核武器研究的大学，还有它的癌症研究中心，拥有全美最强的影像定位治疗技术，再有它的音乐学院，美国古典乐排名前3。你看，这都是通过教育让罗切斯特这座城市依然有机会拥抱未来。就像那句话说的，你要有能力永远留在牌桌上。能够真正决定你穿越周期的就是2样东西：认知壁垒和传承能力。所以在 AI 时代，如果硅谷真的要面临技术转型，又会给下一代留下一艘什么样的方舟呢？或许答案就在 Eastman 故居的那张老照片里。看 Eastman 的故居啊，这其实是我的一个私心。这开完会了是我一个人来的，因为我的母亲啊就是一位从事摄影工作的人，在我的记忆里，那很小的时候都是拿着柯达那个黄色的胶卷盒啊，在家当积木盖房子的画面。所以一进他的故居啊，这门口一位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 lady， 她特地给我圈出了一个房间。 George Eastman left an indelible mark in Rochester and around the world. He was a savvy businessman and offered his employees. 这个房间啊，你一定要去看一看。我就顺着这个指引一路走到了这个房间。这我看了看没什么特别哈，就是墙上有一张不太显眼的照片，它既不是柯达的奠基仪式，也不是和什么美国总统的合影，而是一张 Eastman 他母亲的肖像照。我读了这个背后的说明哈，我才知道他拼尽一生普及摄影最初的动力其实非常简单，他就是想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能留住他母亲的容颜。这一刻我就突然明白，他带着柯达发明的这个盒子，虽然技术越来越强，赚的钱越来越多，但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一个非常微小又格外珍贵的情感。我想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技术创新的初衷，它本来并不是为了替代人，而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像一个人。但是100年过后，可能很多技术创新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初衷，开始忘我的追求效率，疯狂的优化系统。但当这一切
逐步趋于完美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头，却可能已经找不到自己应该站在哪儿了。罗切斯特是这一季城市系列里我感触最深的城市，它就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技术驱动下人类文明过往的兴衰，而且它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的未来。就是如果一个人的价值只是为了优化工具，那他自己最终也可能会沦为工具，甚至自己被优化掉。所以 Eastman 的那句名言，你摁下按钮，剩下的交给我们，或许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后半句的 the rest， 而是前半句的那个 you， 你我所有人。如果未来所有的工作都交给 AI 做的时候，只要他还能把最宝贵的那个东西 you 留下来，那真的是一种幸福。这期的幕后我讲讲我的体会就是我从 Eastman 他的故居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在那儿呆坐了很久，就是我被 Eastman 这个人震撼了。年轻创业做柯达嘛，那肯定比员工你要起得早，对吧？比对手你要睡得晚，那所有人看不到的地方你要更努力。所以这年轻的时候欠的身体的债，他最后的几年这生命是非常痛苦的，备受病痛折磨。他就是一个特别体面的人，追求完美嘛，不想给周围的人添麻烦。所以最后他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决定，那就给人留下了一张纸条，大致就是致我的朋友们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还等什么呢？随后他就举枪自尽。就是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是非常震撼的。所以我走出他的故居我也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，就是不管是硅谷纽约地球上任何的生死自然规律，也没有永恒的帝国。但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，能有这么一个人留给后世传承，还100多年后能被人们这么有血有肉的记住他，我觉得这是 AI 永远无法企及的人性美。我们谈点开心的吧，就是 YouTube 把那个10万加订阅的那个小奖牌寄过来了，我跟大家看一下。它这个默认牌子上面是写我的名字，但是你可以改。我是这样写的，就是李文晴 Richard 这个频道我说这个奖是属于我的观众挚友。宝贝儿，你让一下，我展示一下好吧？你稍后再回来亲爱的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李文晴 Richard。这个奖属于我的观众挚友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因为我觉得他既然叫10万加订阅嘛，那肯定不是说我一个人在这儿，那我会加倍做更好的节目回报诸位。谢谢大家，感谢您的点赞订阅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不错过下期精彩的分享。